这一路曲折又漫长，有许多鸟语和花香。忘了他曾走在你的身旁，这一段奔波太过匆忙，有时来不及回头张望，忘记他。在人的海洋听一听你的脚步，别把爱丢下迷了路，松开已久的手，可以再次紧紧握住。听一听你的脚步，等一下身后的幸福，空了太久的心，可以再次拥有它的爱情永驻。这一路曲折又漫长，有许多鸟语和花香。忘了他曾走在你的身旁，这一段奔波太过匆忙，有时来不及回头张望，忘记他。听一听你的脚步，别把爱丢下迷了路，松开已久的手，可以再次紧紧握住。听一听你的脚步，等一下身后的幸福，空了太久的心，可以再次拥有它的爱情永驻。我们两个3月10号结婚。夹鼻毛呢？你阿姨，那咱们这边啊，恭喜啊！里边请啊！恭喜！哎，恭喜恭喜啊！玉群，哎，来了，恭喜啊！哎，谢谢啊，恭喜啊！谢谢。我以为你不来呢。怎么会呢？我哥们儿人大气是吧？哎，要不看眼夜夜化妆间呢？啊，不，你忙忙，你忙。哎，那个，要不然咱照个相。哎，好。来，哎，小刚，来帮我们仨照张相啊！来，给我们照张相。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那个，这不是参加婚礼吗？准备好啊！1、2、3，得嘞。那我这个一会儿发给我吧，发给我好啊！加个微信啊！哎，你们认识？在你婚礼上认识的呀？你忘了？我忘了告诉你们啊，我和燕燕开了一个公司，叫月燕软件开发公司啊。小刚就是我们公司的法律顾问，都是你的人。叶先生，这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咱们进去准备一下吧。我说你几号？哎，1号。对，这是我媳妇儿。哦，恭喜！池律师文静。哦，池律师你好，总是听他说起您。这个你真是工作生活两不误啊。我呀，周末忙，婚礼一般都安排在周末。他呀，平时忙，上班有点儿，这下班可没点儿。这不是今天让他过来帮忙，就等于边工作边约会了。我觉得你们这想法挺好的，这真是工作生活两不误。哎，哥们儿，你可不能太忙啊，太忙容易丢媳妇儿啊，前车之鉴啊。我觉得这话不对啊，这个男人还是忙点好，要不然在家老跟老婆吵架什么的，是吧？你们两个一人说一套，至于说我听谁的？你听老婆的。
岳先生，咱们去准备一下吧。那你们先忙啊。乾坤，这会儿啊。哎，你先忙你的，你先忙。那我进去帮帮他啊。行，没事，去吧。哥，上次这事儿谢谢你，没有你，没有我们今天。应该谢谢啊。那个新郎是不是就是？那新娘是你前妻啊？对。哥，你心真大。你大老爷们这么八婆呢？老婆是人家的，房子也是人家的，现在连助手都是人家的，我心怎么就那么大？你别叨叨了，你来就对了。你看你一来，啪，这人的形象马上树立起来，多好！你确定吗？必须的。行了，签字吧，都给钱了。楚金坤，你别太过分。我说我住在天堂不行吗？怎么了？你应该住地狱，那更适合你。上厕所。下面我们有请一位特殊的见证人石海东先生上台，为我们的新人送上最美好的祝福。谢谢你们。各位嘉宾，大家好。我受新娘新郎的重托，来担任此次婚礼的证婚人。真是一场奇特的婚礼啊！前夫给前妻证婚，心可真够大的。哎，你知道吗？叫什么？他们俩从来就没分明白过。你怎么知道啊？你不知道？哎呦，那怪我大嘴巴了。我是刚才在外面抽烟，所有人都在议论这事儿呢。你真不知道啊？你老爷们儿怎么那么38呀？
能够在这个喜庆的庆典上宣读证婚词，我感到万分欣喜。在这个辞旧迎在这个大喜的日子里，往事如过眼云烟，崭新的生活即将开始。我衷心的恭祝二位喜结连理，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。谢谢大家。要不然你非要叫我来啊？真不想在这儿看这一帮人演戏。江燕燕小姐，你愿意嫁给岳群先生，跟他相亲相爱，直到永远吗？我愿意。岳群先生，你愿意娶萧江燕燕小姐为妻，跟她相亲相爱，永不分离吗？我愿意。好，那么现在请两位交换戒指。2月28号是个什么特殊的日子？我哪知道？曹乾坤，我真是小看你了。啊？看什么？就这样，我哪知道？我们的新娘很美丽，我们的新郎也很帅气啊。下面呢，我们到了扔手捧花的环节。我们的新娘呢，手上拿着一个手捧花，听新郎的指挥，使劲儿的往下扔。台下的朋友们可都要注意了啊！看看今天谁是在现场最幸运的那一个，说不定下次请我来主持的就是在场能接着手捧花的朋友，好不好？今天这个手捧花，我不准备抛出去，因为我想把它送给那个我最想祝福的人。没有他，我就不会有今天的幸福。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，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那份幸福，所以我也祝愿你能够早日找到属于你的幸福。那个人就是罗莉。我吗？叫你啊。谢谢。罗莉姐，今天是我重生的日子，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要告诉你，就是那天在4S店，你先走了，后来池海东追到我车上，就把我强暴了。我之所以会告诉你，就是因为从今天开始，我会和我的过去彻底说再见。池海东这个人也彻底从我的生活当中消失了。罗莉姐，我祝你真正找到那个爱你的男人。她们真是姐妹情深啊！我们也祝愿罗莉小姐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，好吗？你走吧，你走吧，你走吧。你可真是中国好前夫，对你前妻够好的哈。男人心苦困，一日夫妻百日。无耻！怎么
了你？跟着我干什么？切！怎么了你？我又没招你。怎么了？你心里不清楚是吧？我怎么了？独身主义哈，恐婚。演你在演，你怎么那么爱演正人君子啊？你干脆说你带发修行好了。你至于的吗？你有那么小心眼吗你？人就让你上台领个花，人又没说你什么。这个，我这戴着绿帽子，我把羞耻感还往下咽呢。羞耻感？你但凡有一点羞耻心，你会强暴前妻吗？你有病吧你？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你再说一遍。再说一遍，我都嫌脏了自己的嘴。你别这信口雌黄啊！这个咱俩把这事儿解释清楚，你听谁胡说八道呢？焦艳艳亲口告诉我的。放屁！他有病，你也有病啊！你听说过哪个男人强奸自己前妻的？你给我站着别动啊！咱把他叫出来，把这事一时说清楚。你有神经病啊你！生一世一辈子在一起呢，经过这个酒杯，就他交给你的爱人。这杯酒代表相识一生的承诺，接过这杯酒，就许下了一生的诺言。好，来，新郎新娘，你们互相面对，让我们大家用热烈的掌声，祝他们永远幸福。来，交杯酒。喂，田总。池海东，你为什么录音？录什么音？什么录音？你自己上网看看去。卑鄙，无耻！哎，别动，就这个，看见没？这新闻还挺火的。怎么回事啊？这个？哎，不是，你们说他不是号称池一呀，还是什么？怎么能出这种事儿？就是，这池大律师是离婚离破产的吗？怎么连最基本的道德底线都没有？说这种丑闻，以后怎么在业内混呢？就说是呀。哟，你们都认识啊？哎，老吕，池海东怎么这样？就是他怎么能干这种事？没看出来呀？不是吗？他怎么把人家事挂到网上去了？这也太过分了！就是。那什么时候出来的新闻？刚出来的。我承认，当初让他等我是一个错误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当我跟他说我要上市的时候，他说好，我当时就在想，如果他要说不好会怎么样？如果他要说不好，我就很有可能会和他离婚。但他说好，我没想到他会真的。拆我门啊你！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我睡着了。你还心真够大的哈！录音是要怎么回事？怎么别人说什么你都信呢？网上已经铺天盖地了。那田香美女……对，就是我干的。我帮他打官司，我录音了，我发网上去了，我还把他强奸了。怎么着？我强奸完焦艳，我强奸了他，我连着强奸了2个人。我现在很累，我要睡觉了。池海东，你死变态！你活该坐牢！关你个100年！你活活老死吧你！
小曹，哎，我问问啊，你微博上发的婚礼现场的3剑客照片，这张照片是谁给你们拍的呀？蔡小刚拍的呀。哦，那照片都在他那儿是吗？他有原图吗？有啊，怎么了？啊，没事儿，我问他吧啊，谢谢啊。喂，小刚，最近有空吗？出来喝一杯吧。努力，我到了啊，你别急啊，慢慢过来。从来不迟到。你穿的太隆重，我都没敢认。坐吧。啊。这怎么着啊？你今天这么有心，请我来这种好地方？昨天不好意思，我心里挺过意不去的。你太上心了，我根本就没往心里去。你怎么样啊？现在没那么难过了吧？早就翻篇了。你看我怎么样？看你挺好。太特别了。喂，你好，我是《新京日报》的记者，我想采访一下您。您是甜香美女社离？我是法制晚报的记者，我想问您一下，您是池海东女士吗？池律师在家吗？池律师在家吗？肯定在家。池律师，池律师在家吗？池律师。徐律师，我们是记者。会不会不在家呀？不会，他肯定在家。敲门，敲门。徐律师，徐律师，在家吗？接受一下我们采访吧。是啊，接受一下吧。徐律师，我们知道你肯定在家的，开下门好吗？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你没问题。你这是想把我灌高是吧？哎呀，蕾蕾，你跟我喝酒是不是特别高兴？爽。我觉得池海东这人真的挺讨人厌的，不过你别急啊，他迟早得遭报应。他已经遭报应。池海东就是个屁，当他的中国好前夫去吧。错，他这个得叫中国好前任。这个名字好。哎，那个，我来给你分析分析啊，他这人真有意思啊。他一看这女人对自己没感觉吧，他就各种放电，女人一上心，他立马就撤了。不过我觉得好多女人挺吃他这套的，你说这叫什么呀？姐。他还特别喜欢干那种事儿，一看人女孩对他上心了，他就说：“哎，你说你这么好的一个女人，你就找个好人家嫁了得了。哎，你要真这么干，他又不乐意了，回来对着你继续放电。这种人叫心理变态。变态。变态。
你为他难过，真心不值当。哎呀，你怎么那么讨厌迟海东啊？我不讨厌他，我恨他。你吓到我了。他骚扰过你啊？你电话响了。不接。有问题。艾米，狂追我呢。艾米追你啊？你不信啊？看看，艾米，哼，艾米啊，潘小刚在哪儿呢？我在外面跟人谈事儿呢。啊，你不是跟闺蜜逛街去了吗？那我问你啊，是不是你把迟海东的录音挂网上了？那个，我在外面谈事儿，我一会儿回去再跟你说啊。哎，潘小刚，你别挂啊！哎，录音啊？什么录音啊？我怎么知道什么录音啊？来来来。我去接个电话啊。艾米啊，艾米啊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在外面跟人谈事儿呢，你老给我打电话干嘛呀？你别管为什么，我跟你说了，我讨厌他，你听着啊，我恨他，你不知道他有多过分，我打心底里我恨他。哎呀，女人啊，真是穷追猛打。迟海东那个录音是你放到网上去的？你凭什么说这件事是我干的？有那么多人讨厌他，你凭什么你就觉得这事就一定是我干的？啊？我是脸上写了“坏人”两个字儿，是不是？你要是今天买单，我就相信。好的。坐，没带着助理啊你？迟老师，实在不好意思啊，你知道我现在的老大呢是律师纪律委员会的主任。今天是他派我来向你了解一些情况，到底是有网站出高价买了那份录音呢，还是你一时糊涂把那录音给卖了？我没有录音，我没有录音的动机。我如果录音再把它交给网站，对我有什么好处呢？我当然相信你不会这么做了。可是那份录音确实很值钱啊。田香梅女士是上市公司的董事长，她的竞争对手一定会希望这份录音的内容能够公诸于世。有的股价跌，那就一定有股价会涨。所以你应该知道这份录音价值不菲吧？而且我记得曾经我在你这儿上班的时候，你似乎告诉过我，忠诚是因为背叛的筹码不够大，正派是因为受到的诱惑不够多，是这么回事吧？你不用这么抵触，你好好回忆一下：第一，你为什么要录音？第二，你会不会是酒后或者不经意间把这录音给泄露出去了？第一，
我没有录音；第二，我不知道谁录的音，我不知道谁把它交给的网站，我不知道谁把它交给的媒体。你这个态度就不对了。律师纪律委员会是吧？好，我知道了，我认识您了，您请吧。我必须得提醒你啊，我今天是代表律师纪律委员会来向你了解情况的。你有权利替自己辩解，当然你也可以放弃这个权利。出去。好嘞。哦，对了，我最后再说一句啊。我为了保证我们双方的利益，刚才的对话我也已经录音了。这份录音呢，我会交给律师纪律委员会的相关领导。这个留给你。池海东因泄露客户隐私影响极坏，为了教育广大律师维护律师职业形象，依照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之规定，经本律师纪律委员会讨论决定，给予池海东律师通报批评取消会员资格的惩戒。你认了？听说这种情况很有可能会被司法局处罚，停止执业半年。有时候我也想不干了，那么烦。你怎么了？没事，你说我。你怎么着你？你要是觉得不服的话，你可以复议啊。这写着呢，你看，被惩戒人对纪律委员会所做惩戒决定不服的，可在接到惩戒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，书面向上一级律师、纪律委员会申请复议。你复议去。怎么着？你是觉得吴文辉在这个纪律委员会是那个主任是吧？你这样，你大不了你去找罗丽去，你抹不开这个面，我去替你找他去，行不行？我让他跟这个吴文辉说，凭什么呀？又不是你的错，为什么呀？池海东是被陷害的，证据呢？那有什么证据证明是他录的音呢？又有什么证据证明是他把录音卖给网站的呢？他没有必要那么做。那他就应该向律师纪律委员会去说明，让我们相信他是被陷害的。可是他拒绝合作，放弃了申辩的权利。他不是不配合，是因为潘小刚，潘小刚是他的助手，你叫潘小刚去质问他，他不可能配合。你的意思是我错了？我应该亲自去找他，然后跟他说你是被人陷害的，你觉得是谁在陷害你？是这样吗？吴老师，我们对人应该有起码的尊重和信任。丽丽，你还是这个毛病，你太容易相信别人了。以前你上课的时候说过，最高的法律就是良心。此时此刻，你和我的良心都非常清楚，池海东不可能那么做。你等等。这张配图是跟随录音一起发到网上去的，我看了以后觉得很眼熟，上网查了一下，原图来自于曹建坤微博。这原本是一张3人合影，现在是被裁剪过的，拍照人就是潘小刚。我还查了池海东律所的访客记录，田女士去的那一天，潘小刚正好也在场。因为安排会议室错误，潘小刚先去了田女士被录音的那间办公室。田女士到了以后，发现安排错误，潘小刚才离开的。丽丽，有些话我还没跟你说。如果不是我说情的话，池海东受到的惩戒会更严重。他真的是被冤枉的。
我答应你，重新调查。谢谢。今天早上吴老师就叫我去他办公室，然后直截了当的问我关于录音的事儿，我一害怕就全都说了。你有脑子吗你啊？你一害怕你就全都承认了，你承认是你承认，跟我没关系，你知道吗？这事儿不是我干的，你一个人干的。我那天拿录音笔，我不是为了录他们，我是无意间录到的。现在录音笔也是你取回来，全部的事都是你干的，这事儿跟我没关系，你记住啊。那你想干嘛呀？你这么爱吃海东，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你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是吗？我告诉你我想干什么啊！我讨厌吃海东，我恨吃海东，我巴不得他倒大霉，你听见了吗？你没给他当过助理，你不知道，他从来就没把我当人看过。那律所啊，但凡长点脸挣点钱的案子，都是他吃海东经手，我干的天天都是擦屁股的破事儿，这你知道吗？啊，你有感觉吗你？我告诉你，他今天得到的一切咎由自取，换谁都这么干，不光是我，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。打扰了。我给你一个选项，什么选项啊？要么你找吴文辉，要么我找吴文辉。这么巧？你有事儿？啊，律师纪律委员会来通知了，这个说我没事了，还跟我道了个歉。很好啊，恭喜。这个本来其实打算这事儿，这个我就扛下来了。哎，这致敬。没想到你还有别的事儿吗？哎，有。这个焦艳婚礼那天呀，你想想，我也别扭啊。那个焦艳说话一直就招三不招四的，那你说我解释，我从何解释呢？对吧？我想你肯定回去能想得明白啊。那是你们俩的事情，确实不必跟我解释。我想明白了，你生气，应该的。你生气，因为你在乎。陈海东，你真的太把自己当回事儿。您这个啥？哎，晚上什么时候回来？这个吃个饭吧。我让燕燕给你发了请柬，怎么没来啊？我公司那天实在是忙，脱不开身。曹乾坤去了。你和老曹怎么样了？就那样呗。真要离呀？离吧。离了他，我照样能活得很好。倒是那个贱女人。华人世界，我们的以后有苦头吃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节目。首先，一起走进今天的全球华人资讯。晒衣绳禁令，在美国人看来，华人世界，我们的家，海内外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节目。首先，一起走进今天的全球华人资讯。你喜欢看这个节目啊？啊，我在美国的时候经常看。不过我觉得现在这样也挺好的。也许曹乾坤根本就不适合你。天涯何处无芳草呢？谁说这离婚就非得是男人抛弃女人啊？女人也可以抛弃男人。我不是这种女人，我是一个想踏实过日子的人。我就是很好奇，
这个女人到底看上老曹哪一点？我是图她踏实，才嫁给他的。现在看来根本不是。今天他能从我身边抢走老曹，明天也会有别的女人抢走他。你就别操心他的事儿了啊，说不定他现在正和那个女人打得火热呢。你还是想想你自己的事儿吧。唉，你觉得这个女人是什么样的呢？这我哪知道？可能天生就是个小三命吧。说不定老曹不是她唯一的男人。